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非洲的外籍学生怀抱着台湾梦，远赴千里来台读书，但却有些人到台湾之后，不仅没能好好上课，甚至被送到了工厂做劳力活。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血汗国际学生问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近几年，台湾陆续爆出了多起外籍学生被迫来台假留学真工作的事件。比如今年8月2审定谳的康宁大学案当中，就有几十名斯里兰卡学生在中介业者引荐下来台读书，结果入学之后呢，却被迫在食品公司做着每周40小时的黑工。而目前报道最完整的事件呢，是中州科大案。2022年初呢，台湾独立媒体报道者就透过系列的报道，揭露了这起案件当中的10几名乌干达学生一步步被骗来台湾，沦为学工的过程。而这起案件曝光之后呢，引起了社会一片哗然。而中州科大呢，也在今年全面停招，并宣布停办退场。但是除了这2起案件之外呢，台湾还有许多私校都曾经涉及类似的学工案，甚至美国国务院2021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当中也写到，台湾人口贩运者和私立大学以教育为借口，让外籍生在极度恶劣的工作环境下遭受强迫劳动。那我们今天呢，就会根据报道者等等媒体的报道，来看看这些外籍学生是怎么样落入留学陷阱的。他们来台湾之后遭遇了什么事情？台湾又到底为什么会爆出这么多起的学工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芒狗狗又推出新绘本啦，是专为3到6岁孩子设计的财商绘本，家长们千万别错过这个重要的启蒙黄金期。为什么会强调3到6岁呢？因为孩子在3岁就能够开始理解交换的概念，而在7岁前会形成初步的金钱观。如果从小有健康的价值观，未来就不用花更多的精神纠正。就像股神巴菲特所建议的，理财教育应该从学龄前开始。财商系列共有3本，在没钱真麻烦这本当中，芒狗狗会了解钱的功能，可以让交易变得又快又方便。在赚钱好累啊里面，则会明白赚钱的辛苦以及储蓄的重要。最后，在我全部都要这本，芒狗狗将学会如何合理的分配有限的资源。现在消费满额呢，还能够免费获得4项赠品，马上点击连结，陪孩子踏出财商启蒙的第一步吧。在讲述整个高教体系是怎么样沦为人口贩运据点之前，我们可以先从报道者对于中州科大案的深入报道，来看看这些受骗来台的学生都经历了什么。根据报道呢，这个事件始于2019年，当时中州科大面临了学生生源减少的问题，因此就透过中介业者和中间人的协助到乌干达招生。而为了吸引学生中州科大当时也给出了3大承诺：一是提供全英文授课课程，让学生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二是无条件提供奖学金，帮助减轻学费的负担；三是会媒合企业提供跟所学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实习机会，让他们能够边读书边赚钱。而这样子优渥的条件呢，吸引了300多人报名面试，最后中州科大也发放了139张的入学许可，但因为人数太多，远距面试的计划被取消，这些学生必须要飞到距离乌干达3000公里外的中华民国驻史瓦蒂尼大使馆亲自面试，才能够拿到签证。这种长途航班的高昂机票钱让很多人选择作罢，但还是有些人不想放弃机会，硬着头皮借钱凑钱买机票到史瓦蒂尼面试。最后共有16名学生拿到了签证来台。那这些学生呢，本来以为经历了层层关卡来台湾之后，就能够边选一技之长，边靠实习赚点零用钱，闲暇时或许还能够参加社团活动、环岛旅行等等。但是这些想象呢，却随着学校的承诺一一跳票而跟着破碎了。在报道者的采访当中呢，乌干达学生表示他们入读中州科大之后，才发现学校当初说要给的那些优渥条件都只是话术，都没有真的落实。首先是英文授课的部分，学生们说，实际上呢，老师是直接用全中文上课，当他们请老师用英文再讲一次的时候，老师还会回说要上英文的课就要去美国。另外呢，原本说的无条件奖学金也变成了学业成绩要名列前茅才能拿到，但在没有英文授课的情况之下，他们光是要听懂课程就很难了，更遑论呢要取得很好的成绩。同时学校还不停地向他们催缴学费啊、住宿费等等费用，结果学生们负债越来越多，只好寄望能够透过实习赚到钱。
那虽然学校确实呢有提供实习机会，但却不是当初承诺的跟所学相关高科技产业的实习。在人力中介安排之下，这些来台湾读智慧自动化工程、多媒体与游戏等等科系的学生，实际上呢是到食品加工、制鞋工厂等等的劳力密集型产业做体力活，而且还常常被要求超时工作。那在负债压力之下，很多学生也只好接受这种工作安排，无法说回国就回国。但他们赚到的薪水，除了要还学杂费之外呢，还会被中介公司给抽成，导致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艰辛。而像中州科大这样子的案例还有很多起。除了中州科大之外呢，还有很多私校都爆出过类似的案例。举例来说呢，像开头提到的康宁大学案当中，中介业者就在校方的委托之下，招募私立南卡的学生来台，然后让他们到工厂啊、屠宰场工作，甚至在没有工作证的情况之下，让学生打黑工。而另外高苑科大案呢，则是透过菲律宾当地的中介招生，这间公司还向学生收取代办费，再让他们去做与学业无关的劳力活。而在建国科大案当中呢，更有印尼学生被扣留证件。那包含了这几起案件在内呢，很多案件都是透过政府近年力推的新南向产学合作专班来招募外籍学生的。有分析指出，新南向专班的利益呢，本来是想要透过更宽松的签证条件和相关补助，让东南亚学生能有来台学习的机会，同时也让台湾学校跟企业也能够有更多学生跟跨国人力，达到双赢的效果。但是这套制度在执行上却存在着弊端，比如法规规定外籍生呢每周最多只能够打工20小时，但新南向专班又规定学生从大二开始每周平均可以实习约26小时。那些不肖业者呢就会让这些学生假实习真工作，再加上打工上限20小时，等于可以让学生每周工作超过40小时，导致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沦为学工。而美国国务院的2021年人口贩运问题报告也直接点名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已经被人口贩运者利用来吸引东南亚学生来台，再强迫他们劳动。那除了新南向专班的弊病之外呢，报道也指出，就根本而言，学工案之所以一再上演，也跟台湾高教体系、劳动市场所面临的问题有关。报道指出，学工案的问题有2大关键背景。首先是高教体系生源不足的问题。报道指出，在少子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私校的注册率屡创新低，再加上近年两岸关系变化，也导致中国留学生人数直接从2016年的4万多人掉到了2022年只剩下3000多人。那如果一间学校的注册率不够高，不仅可能被教育部砍补助的经费，学费收入也会大减。所以台湾私校近年纷纷响应新南向政策，大力招募东南亚学生。后来呢，也开始把触手伸向乌干达等等经济状况相对差的非洲国家。而另外一个背景呢，则是产业缺工的问题。随着台湾经济发展、高等教育普及，再加上前几年的疫情影响，导致近年台湾劳动密集产业的缺工状况越来越严重。根据统计，去年台湾制造业的职缺数量呢，就高达了7.7万，占总职缺数的33%。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有些不肖的中介业者就看准了这些需求，左手先替学校招外籍学生，右手再把这些学生转借给工厂，借此赚取两边的中介费。甚至有些案例当中呢，他们还会跟学生收中介费，或从他们的薪水里面抽成。那在能够招到学生和工人的好处之下，很多学校和工厂就算知情，也选择置之不理，甚至有些校方呢还疑似直接参与了案件。比如中州科大的校方呢，就让一名男性中介业者担任校内不知心职位，方便他处理招生事宜；而高苑科大呢，则直接雇用移工中介帮忙招生。而有些工厂呢，则看准了学生基线学费需要工作，而对他们予取予求，要求超时工作。那除了中介啊、校方跟工厂之外，很多讨论也针对政府的监管提出了批评跟建议。针对学工案乱象全国私校工会指出了一个问题是处分太轻，比如高苑科大早在2018年就爆出了柬埔寨专班的学工案，教育部当时却没有禁止他们招境外学生，或者是砍新南向专班补助，结果去年菲律宾专班呢再度的爆出了学工问题。那他们也批评针对这次菲律宾专班案件呢，教育部的处分还是太轻，并建议应该要下令全面停招。此外，他们也认为政策制定不够严谨，配套不足也是一大问题。比如新南向专班虽然有禁止校方透过中介招生，但很多私校呢在南洋没有人脉也没有资源，为了顺利招生呢，还是会可能用买卖教材等等的名义来规避监管，变相找中介帮忙。
因此呢，不少建议认为要解决根本的问题，除了更严格的规范跟处罚之外，政府也要针对学校招生的过程，还有学生来台后的状况，去设立更严谨的配套措施和追踪检核的机制。对此，教育部次长刘梦琪表示，应该要在从招生到入学的过程当中，设立一个政府能够介入检核的节点。因此，他们正在研拟要让一些外籍生入学前，先到教育部认可的机构学1年中文。他们认为，这除了能够让学生更好适应在台湾的留学生活，也能够借此中断校方跟仲介联手打造的一条龙招生入学流程，使得主管机关能够介入掌握状况，并在有问题的时候及时处理。不过也有分析提到，光是一个部门的改革可能不够，因为这种学工产业链呢，涉及到了太多的政府机构。除了教育部之外呢，还有发放居留签证的外交部，负责劳动条件劳动部，管理工厂的经济部等等。那要是都各管各的，哪个环节出问题，其他单位都不知情，就很难根除学工问题。因此，他们建议要设法让各部会之间保持紧密的沟通，联手把关外籍学生的权益。在进入今天的观点之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志祺77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各种社会议题的影片。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或是有特别想要讨论的议题，都欢迎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是用超级感谢小额赞助我们。话说回来哦，在这一次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很意外也很难过，原来台湾发生过这么多起的学工案。当然，并不是所有从东南亚、非洲国家来的学生都会遭遇到这种留学陷阱，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是很频繁的在台湾读书。只是我们觉得，或许越弱势的人越可能受到边读书边赚钱的诱因吸引而落入骗局，那在受骗之后，也越可能因为没钱还债而被迫劳动。同时，他们在台湾无亲无故又没有什么资源的状况，也可能让他们的遭遇更难被外界看见。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觉得比较欣慰的是，有记者深入追查这些案件，并且报道出来，让这些学生的困境能够被看见，也让问题能够被正视跟检讨。而我们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支影片，能够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个议题，一起去监督后续的状况跟改善措施。不过，因为篇幅的关系哦，我们还是有很大程度的简化案件经过，所以很希望大家呢可以到资讯栏找相关的报道来看哦。好的，那今天的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认为要阻止学工案一再发生，首先应该要做的是什么？A. 解决缺学生缺工的问题哦，不然这种需求一直在，就会一直有人试图从中获利。B. 政府应该要确实的追踪确认外籍生状况，那至少呢能够很快的发现介入帮忙学生。C. 法规跟处罚呢都要更重更严格，才能够杜绝后患，并且吓阻不肖业者跟校方。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台湾的血汗国际学生问题。此外呢，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台湾远洋渔业的血汗争议以及失联移工的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需要这么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史上最期待终于抵台 ，iPhone 15全面进化，中华电信行动网络冠军，精彩生活即刻启程。搭指定资费享最高5000购物金，旧换新再折2000，限时加码抽100万 Honey Point。为精彩而生 ，iPhone 15急速申办。